家好，欢迎来到红石口袋，我是鱼竿。从去年到今年，好像各种衰事一直在发生，不管是社会上或是身边的人，总是可以听到很多很负面的消息。今天我也不是说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很生气，而是我看到这些事情，我会觉得好闷怎么这么闷，然后又不能出国玩，希望明天会更好啦。所以今天我要在家里做一件大事。我自己觉得大事因为我觉得好像拍起来会很麻烦，但是我今天要来测试7种不同的盐巴。大家都在盲测一些很酷的东西，我就觉得可以来盲测一下盐巴。会有人想看吗？会想拍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逛 FB 的时候看到说，这个盐巴怎么可以这么贵？它是一个广告，没错，好吧？我没有买它上面的东西，我是被这个广告刺激到去买了其他很多不同的盐巴，有几种我不确定我有没有办法尝出来，但是我自认为是一个味觉很敏锐，又算是我自认是一个味觉还蛮敏锐的人，可以分出偏酸偏苦之类的东西，我自认啦。当然我没办法跟那些真正的神之蛇来比较，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吃出一点点的差异吧。那我们就来欢迎今天的盐巴们。首先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这个呢是台盐的高级碘盐，这是精盐。精盐呢就是过滤掉海盐中的杂质之后，另外添加碘以及抗结块剂所制成的。食盐的结晶比较小于其他种类的盐，相较之下溶解速度比较快，烹饪时使用起来方便不少，是一般家庭料理时最常使用的盐巴。2号选手呢是我们的澳洲天然湖盐。湖盐是因为气候变化，然后加上地壳变动，使原有开放的水域被陆地封闭，而成为内陆盐湖。湖盐便是以内陆盐湖中的湖水作为原料，在盐田中曝晒而成的盐巴，又称作池盐。3号选手是来自日本的曲之花，这个东西叫盐曲，它其实算是最近比较红的东西，它是由米曲菌和盐的。它是由米曲菌和盐的发酵产品，然后它和酱油的发酵过程很类似，必须经由2阶段发酵。第一阶段是米跟曲菌经固态发酵为米曲，第2阶段是米曲加入盐水，经过液态发酵就变成了盐曲，然后是可以取代正常的食盐使用的。因为我觉得真的太酷了，所以我今天决定要把它加进我们的选手里面。4号选手玫瑰盐，那玫瑰盐的话，它其实是盐的一种，但是我完全忘记这是哪个牌子，因为它的包装纸这样被我撕得烂烂的，这里面全部都没有开封过，只有这个是我真的有在使用的。盐呢是咸水湖经由长时间蒸发后会堆积成盐矿，然后再把这个盐矿呢磨碎，就变成了盐。本身富含非常大量的矿物质，所以形成了各种不同的颜色，但跟海盐相比比较少受到污染，毕竟海盐是来自海水的。因为它里面有高含量的铁质，所以呈现了玫瑰花的粉红或是橘红或是深红，所以它才称为玫瑰盐。第5号选手呢，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法国葛洪德盐之花，它是作为海盐的代表，就是前面都有什么精盐啊、湖盐啊、盐曲啊、盐，这个是海盐。那海盐就是把海水引入了盐田，经过日晒萃取而来的结晶，制造过程需要耗费比较多的人力，因此它的价格通常比较高。除了钠以外，海盐还留有自然的矿物质，营养成分会比较高，咸度也比食盐低，带有一些特殊的风味。那这盐之花之所以这么有名呢，是因为它是在法国一个盐田上面，然后那个盐水一旦结晶起来，工人就会把上面剥下来，所以它非常的雪白，听说口感也非常的脆之类的。再来海盐还有一个6号选手是来自圣文森的 Original Wild One， 这是之前去拜访总统府的时候蔡总统送的，我觉得我可以趁这个时候来吃吃看它的味道怎么样。再来我们的7号选手，最贵的7号选手是我们的黑松露盐，因为它就是黑松露加上一些香料加上盐，所以它最贵。
OK， 那我先来讲一下它们的价格分别是多少。这个1公斤是14块，平均1克是0.01块。那这个呢是30克78块，平均1克是0.6。这个是350克，然后169元，平均1克是0.48元。这个因为我也找不到牌子，但是我发现它的价差并不高，所以我就以一个比较多的价格来算。这个应该是50克，然后50元，所以平均1克是1块钱。盐之花是75克162元，平均2.16。圣文森的海盐呢是28.3克10块钱美元，所以它的1克大概要10.6块台币。那最后是我们的黑松露盐，这样25克竟然要799元，平均1克是31.96元。我们一个一个来吃吃看。那今天我要用来洗嘴巴的是我们的柠檬水。好，来吃吃看我们的精盐，我是应该直接用舌头沾的。它的咸味都是来自于你的舌后根，然后它是一种很温柔的包覆着你的喉咙的感觉，有一个湿润的海绵在那边沾着你的嘴巴的感觉，它的咸味是很不明显的。再来是我们的天然湖盐，这也太大一颗球了吧，跟刚刚的精盐看起来根本就一模一样。来吃吃看啊，这个的咸味稍微再往前一点，而且超快就出现了。刚刚的是属于一个温柔的感觉，那这个就是有点强势总裁的感觉了，而且它的确颗粒再大一点点。精盐它融化的确比较快，然后这个的话它融化的速度慢一点点，但是它的咸味非常的突出，而且它有一股苦味。这是我们的盐曲。好香哦，白色的豆腐乳的味道。我跟你讲，这个炒菜一定绝了。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一些米的样子，它真的就是豆腐乳的那个味道，但是去掉豆味，然后它有一个很香的米味，就像是米酒的那个发酵味，但是没有米酒这么冲。我觉得它超好吃，我觉得我可以这个直接拌饭这吃起来就是已经烹饪好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原始的调味料，这好吃。接下来是我们的盐代表玫瑰盐儿，它颗粒很大，哇靠！巨咸，我觉得就是因为它富含矿物质，所以它有一个很强烈的铁味。有没有吃过铁锈味的味道吗？没有，血的味道，就是它会很淡的出现在这个盐巴里面，尤其是那个尾韵，好涩哦，微酸，非常咸。它的咸度是我吃到现在最高的，很像工人那种工头，很壮，穿个吊嘎，然后扛着一个工字的钢筋，然后朝你嘴巴里面射。再来是我们的盐之花。这是盐之花的结晶，好咸哦！但是刚刚你们有听到吗？就是这个盐的确比较难溶解，然后你会吃出那个脆的感觉。但我觉得它虽然非常咸，它一样会有那种很温柔包覆舌根的感觉。它一样是一块湿润的海绵，温热的海绵包覆着你的舌根，包含你的舌尖都可以尝到一点点回甘的感觉。我觉得它厉害就在于没有任何不好的味道，它一点都不酸，一点都不苦，它没有一般海盐应该会有的那种涩味。我觉得它算是好吃的盐巴。好吃的原因不在于它的味道多好，像这个好吃是因为它有很多很鲜香的那种发酵味，但是这个好吃的原因是没有给你任何的怪味，而且我现在口水疯狂分泌。你是有加什么啊？再来是我们的圣文森，我觉得它比盐之花更有盐之花的感觉。来吃吃看这个来自我们邦交国圣文森的海盐味道怎么样？它更脆啊，好咸！它比盐之花更咸哎，但是因为它们是不同海域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回甘的力道就没有这么强，它就是纯粹咸哎，而且这个咸是有感觉的，很像是有人在推挤你的舌头，就是它的盐在砰上来，你就会发现自己吃了一口超咸的东西就没了。我现在嘴巴里面一点圣文森的味道都没有。但是它很漂亮，而且它一样是不好溶解的，所以其实这2罐的差异没有很大，但是这个又更雪白了一点。我觉得这个还是好吃一点点，但是这个摆在那边也很好看。我们最后一个选手，哇，光是拆掉那一层塑胶袋，我就闻到了那个松露味，哇，好香哦，松露爆
击。我承认，我把松露盐加到这个盐巴评比里面本身就不公平，它是调味盐，但是因为我就想吃吃看咩，说不定有人想要从此以后用松露盐料理啊，然后就会感谢我说谢谢鱼干你分享松露盐是这么棒的东西，哇，这样子，哇。这样闻就好浓哦，我要珍惜的用它。它其实有一个膜在这里，防止你一次整罐打翻。像是有那种手残啊，就是会有一次打翻整罐。哦！天哪！非常的细，松露暴击。它不能排名在这些东西里面了，但如果硬要排名的话，我可以给它一个位置。这是我们目前的排名。那我会把松露盐放在第3名的原因，是因为它实在是太突出了。它很好吃，但是它没办法适用于各种料理，还是其实可以。我看 Fred 好像很常拿出来用，对不对？总之是第1名，因为我觉得它的口味基本上是百搭。然后第2名是纯咸味，太香了，好溶解，好料理。虽然也是咸，但是它有一个很的味道，超咸，颗粒超大，也是非常的因为光是这样吃一点都不公平，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食物的环节。准备好了 ，Go！ 好美哦，我觉得我自己做的好美哦。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来分别吃吃看肉的排名跟蛋的排名，毕竟我不喜欢吃菜，不是那不是重点。其实我应该先把盐巴都先加好，对不对？盐曲。松露盐，加太多，加太多。OK， 哇，松露盐这一大坨不得了，盐曲就是一坨水在那边啊，该加的没少啊。我觉得我们就先从我们排名最后的这个玫瑰盐吃起。但就是好吃，然后玫瑰盐算是提升了一点味道，但是我需要比较一下，直接吃它隔壁的圣文森，圣文森的海盐。脆脆的声音，我觉得海盐没有比较好吃哦，妙了。然后再来是刚刚倒数第3名的湖盐，我觉得湖盐又更好吃了，它帮蛋加上了一点收缩的感觉。你平常吃蛋，它味道是很散的，扩散在你整个口腔，但是用湖盐的时候呢，它会帮你收束，口味有点集中在你的舌根那边，你就觉得味道是很集中的，很浓郁的。虽然也有可能是我蛋黄的分布不均造成的，但是这是我的感觉嘛，嘿嘿，精盐的。完了，神之舌大考验。当你吃的东西都很好吃的时候，该怎么办？我觉得湖盐略胜一点点，是因为加了碘的关系吗？因为其实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个东西没有加碘，但是这个是有加碘的，是不是因为碘它其实是有一点小苦的感觉？再来是盐之花，咬到那个脆脆的。它的咸味是那种，好像这个蛋它本身就是这个味道，很像是你去吃海鲜，海鲜本身就有那个咸味，这个就会让你觉得蛋本身就有这个咸味，我觉得很好吃，我觉得我可以现在先给它前面，而且一样，它会让你有一点回甘，再来是盐曲，好冲突，它跟蛋不合，它把蛋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了。豆腐乳加在稀饭里那个味道，蛋的味道消失了，只剩一点腥味跟蛋香味。而且重点是不咸，它就是那个腐乳的香，很浓很浓，然后一个酒酿的那个甜味在里面，好吃好吃。但吃完才惊觉说啊，我刚吃的东西是蛋吗？有点像在吃肉。嘿，我觉得它就是只能这样子了。最后一个松露盐。我觉得它跟盐曲一样，把它变成别的东西了，它也不咸哎。以我的喜好来说，我不太喜欢松露跟蛋结合。虽然我知道有松露欧姆蛋那类的料理，但是我更喜欢吃蛋的原味。这是我们的第1名，到我们的最后1名。后面这几个，它都让这个蛋有一个额外的味道。虽然它不是扣分，它也不是让它变得不好吃。如果今天我就是想吃一片好好的煎蛋的话，这3个很好的凸显了蛋本身的味道，也适时的做了一个提鲜的感觉。我不需要你为了我化浓妆特别去穿华丽的衣服，我喜欢你裸体的样子。OK， 那一样就从刚刚的最后1名开始吃起。刚刚的最后1名是我们的圣文森，我是直接用火锅肉片，因为我觉得火锅肉片的味道比较淡，然后又是里脊肉，没有什么脂肪味，希望可以凸显一下这些盐巴的优势。
我相信这个酸味应该是来自于猪肉本身，不是坏掉哦，就是这个肉有个酸味。我不知道是不是圣文森凸显了它，我应该要用牛排的，但是因为我怕牛排它放久了那个熟度跟口感会不一样，所以我决定要用猪肉片。但是我相信搭牛肉一定又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一片猪肉给我的感觉很酸，盐巴的味道很浓，就是我一吃就知道啊，这应该就是刚刚圣文森的味道。我吃到有点饱了呢。再来依旧是我们的玫瑰盐。好吃哎！因为刚刚说这个盐它的铁锈味很浓，但是它进入了这一块肉以后，它就跟它的脂肪的那个酸味不见了。再来，我们来吃精盐的好了。哦，我觉得那个酸味又回来了，而且我觉得更酸了，而且它的咸味就是搭配的酸是同时出现的，让你觉得这个盐巴是酸的，很奇怪。哦，吃到现在我已经有点难以排名，我觉得7个真的太多了，以后要测3个就好了。下一个来吃吃看这个胡盐的，胡盐有一个味道，我吃肉的时候才明显感受到这个味道，但是胡盐吃起来没有那么酸。刚刚不是说它会收束你嘴巴里的味道吗？但当它收束的是肉味的时候，它变得很臭，就是肉味的那个臭味有点被带起来。再来是我觉得应该是最厉害的盐之花。它有酸味，我觉得是它那个海里面有一些成分，让它会提那个甜味，然后这个甜跟肉里面的那个味道结合起来就变得酸甜。我觉得它略输玫瑰盐，因为玫瑰盐跟肉搭起来真是太爽了。最后来吃盐焗，这个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料理，然后沾那个腐乳酱，我想这拿来炒菜、炒肉丝、炒任何东西，除了蛋。我觉得它都好适合，它就是提鲜，它让你的整个肉变成一个料理很完整的肉。就是它刚刚虽然只是加猪肉片而已，它感觉就很像是人家从餐厅端出来一个完整的东西，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料理了。我觉得它可以排在蛮前面的。啊，终于来到今天的最后一位，松露盐。松露盐不能这样，好腥啊！猪肉味道也太腥了吧！它不可以单独出现在某个肉上，不行。虽然没有酸味，但是那个松露味跟脂肪很臭，松露很香，肉也很香，但是这两者是不可能在一起的。它们就是海鸟跟鱼，两个都很好，但是它们是没有未来的。海鸟和鱼相爱，只是一场意外。这是跟猪肉单独吃，没有经过任何调味的话，我的排名是这样子，这也是第1名，这也是最后1名。这边的原因大多是因为肉本身的那个酸味有点被放大，或者是没有被消减掉，肉本身的缺点没有不见，然后加上了咸味，尤其是这一位松露哥，把肉的所有味道都放大了数十倍，包含它的臭味、它的腥味，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专业厨师才可以驾驭的东西。再来这几种是让我明显的觉得它是可以帮助这块肉变得更好吃的盐巴，尤其是这个，难怪那种牛排店旁边配的通常都是玫瑰盐，可能也是因为它比较便宜，也可能是因为它比较漂亮。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腌制肉的东西。然后这个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超级万能的盐巴。如果今天要挑出我的前3名的话，我会选择的是这3个。第3名我会给胡盐。首先，因为它很大一罐，又不贵，加上它是污染比较少的，它吃起来就会相对安心很多。它当然不适合单吃啊，盐巴的使用方法百百种，有人加在甜点里面，有人加在咸食里面，有人加在酒里面，有人平常没事就会舔一舔。搭蛋类、搭肉类，我觉得都算是还可以。然后第2名我会给它。我觉得家庭主妇可以买一罐这个放在家里。你如果是平常会使用提味的那种味精类的产品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用这个取代，它可以让食物变得完整。而且因为它是发酵食品，所以它对于身体其实还蛮好的。我有上网查一下，它里面的确是有发酵食品里面有的那种营养素。它有一点是它里面有食用酒精，你要使用它的话，最好是经过火的料理，你不要在吃完之后像我刚刚那样后来才加进去。我刚刚才发现这边有食谱，一面是教你做海鲜面，一面是教你做马铃薯炖肉。
再来就是我们的第1名，就是这个鼎鼎大名的法国葛洪德盐之花。其实它有这种超大罐的，但是因为我已经有这么多盐巴了，我根本吃不完。给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知名度很高，而且它作为一个盐巴非常的乖巧，就是它没有任何硬插进来的味道，而且它可以让食物非常好的回甘。我觉得它真的有它厉害的地方，虽然它必须要搭配一个研磨器，不然就会像这位小海盐一样，没有办法很好的体现出它好吃的点，因为它非常难溶解，不容易跟食材融合在一起。但是它搭配了研磨器以后，真的是非常的优秀。我们给它第1名，噔噔噔噔。哇，这里好累哦！这是我近期拍过最累的影片了吧？希望大家会喜欢。那如果大家有希望我实测一些多无聊的东西的话，欢迎在下面留言。那记得要告诉我说你希望我评测的项目跟品项是什么。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按个喜欢，想继续看可以按订阅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